们这一集呢来到了大阪。我爱你。很特别。他居然是台湾人，这个真的超好喝。就是西西里，是真的蛮不错的，而且它的那个甜度刚刚好。对啊，这个真的很好喝哎！这个是我们在脆上面看到有人分享 Lawson 的黑咖啡加消水肿神器，这边西西里超好喝，完全跟咖啡厅卖的几乎一样的，超推荐大家如果来日本的话，也可以尝试看看。那么我们这一集呢，来到了大阪，我们事隔了大概有快1年吧。我们上次来之前呢，大阪万博还没开。那我们其实就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再来一次？想不到万博呢，好像真的蛮好玩的，想说在结束之前呢，再来踩点。那这次来大阪呢，我们也整理了蛮多新的资讯跟景点要分享给大家。那么这一集呢，也还会分享京都的旅游跟探店。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大阪之旅 ，Let's go！各位，我们第一站呢来到了梅田这边呢，好酷哦！我们之前没逛过这里耶，这里的腹地很大。这边叫做 Grand Front Osaka， 它是一个都市跟绿地整合的一个复合型的商场。那我们来到这边呢，是因为在近期 Kiss 在大阪也开了分店，就是我们身后的这里 Kiss 的这个大阪分店，就想说来逛逛看。因为 Kiss 呢，其实是我来日本很喜欢逛的全品店，它算是一个品牌全品店，里面有很多的球鞋、服饰，还有他们自家出的一些单品跟联名商品，我觉得非常好逛。如果是喜欢逛潮流周边的，可以来这边逛逛。这间大阪的 Kiss 呢，我们逛下来真的还蛮喜欢的。它里面的空间真的比东京的那间大，我觉得有比那个东京很大。然后里面很明亮，它的采光呢做得很好。然后 Kony 呢最后也在里面摆了一双鞋。然后我们这次呢也会开箱我们的大阪京都站令品，我们就不知道会买多少东西。对，希望我们可以买多。那么接着呢，我们来到了这里是优都巴西，就在隔壁的8楼有美食街。那这边的这个烧肉呢，是我们在 IG 上看到日本人推荐的，它是一个超便宜的烧肉店，它是5件套餐只要1700就可以吃到牛肉烧烤。那如果你要吃和牛的话，大概3000块日币就可以吃到和牛烧肉，我觉得算是非常划算。像我们这次选的全拼盘都是和牛的话，就是4400，平均下来一个人大概是300-400台币，我觉得算是很划算。因为中午可能也不想吃太多的话，就想要吃比较精致，这间店就很推荐。而且它的平板呢，上面是有中文的，我觉得是很适合游客的一间店。干杯！真的是和牛哎，很爽哎。这个是有点 Q 的，很好吃，然后一咬开就会断掉。看穿了，看穿我的满意吗？看你的脸就知道。很香而且我觉得它的用餐超爽。我们刚好抽到这个窗边的小位置，所以先上网预定它的预约位置。你就会选说你要是这种桌式，还是你说你要榻榻米的话，那种也都可以选。其实中餐没有太多客人，有很多空位，可以直接walk in。对，好，真的蛮赞的。很好吃。是那个
生日卡片。对，我在 IG 上面看到有日本人分享，然后他的影片爆满观看那种。他有卖你就是每个月份，然后你对应的日期，所以如果你要送卡片给别人的话，你就可以挑别人生日的感觉。对，超赞的，就是收到会觉得哇，很贴心的感觉，而且很可爱。对啊，很可爱。大家下一站呢，我们一样在梅田这里旁边呢有一个今年刚开的商场，这个叫做 Green Osaka， 也是我身后的这个卡其色的建筑物，我觉得非常的有科技感。它这边呢有非常多的空地、绿地，然后结合了商办百货，我觉得逛起来算是一个很舒服的商场。那它结合了刚刚我们逛的那个 Grand Front Osaka， 是北栋跟南栋。那这一整个区域呢，就是一个复合式的商场，有很多的绿地可以坐下来休息。这边真的非常辽阔，而且人潮呢也不多，就是逛起来真的很舒服。那里面这边比较大的品牌就是我旁边的 Zara， 然后还有 Nike。那这边呢，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是来过很多次大阪，然后想要来逛新的地方的话，这边就很推荐。下一站我们来到这旁边的卢库啊百货，那这边只有左右两边各一栋。那这边呢，我自己也非常推荐，因为里面的选品啊、品牌、日牌，所有通通都在这两栋里面，超好逛。那么今天大概上半天，这些百货呢，其实都在集中在一个区域里面，大家可以规划一下。大家如果来到这个大阪梅田这边呢，这边这一区就是真的可以逛一整天没问题。对。接着呢，我们来到了 Half Five 这一栋百货。这一栋呢是属于比较年轻族群，有蛮多都是小众的日牌都在这栋百货里面，很多都是日本那种比较可爱系啊 Y2K 的那种风格。那它5楼的地方呢，也有球鞋，也有 Stussy。这边 Stussy 有一间门市，它是开放式的。那它旁边有很多街头品牌，我觉得算好逛哎。其实这边就是也是空间很大，然后都是年轻人，也有比较大家知道的Beams啊，然后马丁都在这边有设柜。女生就有什么 Loris Farm、Mystic、发展，连3D欧都有，所以我觉得就是来这边逛的话，就也很赞。然后男生可以看球鞋，就是可以先去免税柜台拿那个500块的折价券。对，他们这边的百货呢有这个优惠，就是外国人500块的优惠券，然后你就可以做使用。那这边的这个百货呢，我觉得一整圈就是围绕在大阪站这附近，我觉得非常好逛，而且你要找的品牌这一个商圈一定都有，所以很推荐可以安排一整天的时间在这边逛逛。晚上我们来到了 Henry's Pizza， 这间披萨店呢，在近2年非常的红，它是艺术家 Verdi 所创立的。那这间披萨店呢，就是很美式，然后它红的原因是因为有非常多艺人来过，像是 Jennie、Bruno Mars。佐治也有，就是超级大咖的艺人都来过这里。那么他们这边呢，就是披萨非常有名，有很多种口味。我们刚刚选了2种，一种是墨西哥口味，然后另外一种是今天限定的口味。那今天限定的口味呢，它有点像是玛格丽特，非常大片，大概我觉得一个人吃1片差不多就可以饱了。那这个披萨呢，它是跟 Pizza Slice， 就是在东京那边的披萨店合作。
所以它的披萨呢，我们之前有吃过，真的很好吃。然后它也有出现很多的周边衣服啊、吊饰都很可爱。那我们刚刚吃这个披萨呢，真的非常的好吃，它超薄的，然后我觉得它用料啊真的蛮实在，而且那个口感超美式。所以今天如果喜欢吃披萨的，我觉得一定要来试试看，超推。我回房间了。大家，这是我们这次的住宿。我们这次呢住在新斋桥的下一站本町站。那这边呢，这个饭店叫做 Hotels and Rooms。然后这间饭店呢，我觉得算是蛮有设计性，然后也蛮时尚，很温馨的感觉。对，它的灯呢打得蛮明亮，而且是黄光。那我们住这个房间真的超大，我们进来的时候其实有点吓到，这是我们住过算数一数二大的日本房间。那这边呢是有2张双人床，然后中间有一个沙发区，旁边是一个化妆桌。我超喜欢它那个化妆桌，那个面积超大，我可以把我的保养品跟化妆品放得满满。我觉得我也很满意的是它的卫浴，它的卫浴呢，它的全身镜超大，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可以立衣服的地方，就是可以加衣服的地方。然后它的厕所跟卫浴呢，也是我们在日本遇过大概算是最大的吧。然后要来跟大家公布一下这个房型的金额。它一天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在这边猜猜看，你觉得这间要多少钱？来1、2、3。这间呢只要3900台币，大概是一个人不用到2000块一晚，我觉得非常划算诶，很便宜吧？我觉得。对啊，这间很推荐给要来大阪旅游的朋友，可以选这一间。对，不过要早一点订才不会被订完。那我们就明天见啦，大家晚安。晚安。大家，我们今天来到了万博。今天呢，我们就是好好的来体验一下万博，就是在网络上看了那么多，就是很吸引人的馆，然后很吸引人的周边，我们就是实际来走访看看。那么这次呢，我们很不幸的是完全没有抽到任何的场馆，所以我们这是真实的万博逛街，然后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有什么特色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就去逛逛吧 ，Let's go。万博的这个里面场馆呢，附近有很多像免费的可以领取的一些纪念品啊，或者是帮忙拍照。我们刚刚在旁边就找到了这个呢是在这里后面呢可以带着那个麦的那个头围，然后帮你拍这个报纸的照片，超棒的哎，可爱，完全免费。它其实是要卖另外一个彩色版的，但你可以不买，就是这张是完全免费的，好棒哦，超赞的，很有纪念价值。对啊。大家，我们现在来到他们的商品店，我们刚刚排了这个黑色的麦麦，我们这次来呢就决定一定要买到这个黑色麦麦，大概排了30-40分钟左右，那我觉得非常值得，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必买的战利品。然后它的商品店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欧米亚给，还有很多的糖果饼干，我们来挑挑看有什么。这个是万博的监狱，它上面也是麦麦的。
这边的这个周边啊，真的是超级丰富，连达摩都有。这个达摩蛮可爱的，它是有这个卖黑色的、黑白的，很好看的，对啊，蛮好看。哇，它是左右动的，可爱哦。这个超可爱的，这是跑步，啊，我想要这个，好可爱哦。这个是跑步的，买一个这个。好。他们居然还有出万国版的电子机，这是一人限购一个。这个我超想要找这个的。对，它倒下来去就会变成这样子。它应该是保温的。这里面真的是越来越多人，就是每一天的进场人数好像在9月都突破了15万。那这次我们没抽到，就真的很难进去场馆。那它其实周边真的有蛮多小小的店家。那我们这次呢就想说，今天至少要进去一个馆。我们等一下选择看看哪一个馆比较值得进去。我们接着来拍科威特馆。科威特馆呢，在这个馆当中的排名非常的前面，很多日本人推荐。那它的馆呢，我们大概排了1个小时、1个半小时。那这边呢，里面很漂亮哎，它里面呢是用那个球，然后去营造出一种穿梭的感觉。然后里面呢可以看到科威特它里面的一些风景啊，还有很多不同的他们国家对它国家的一些发展，像石油啊、沙漠，我觉得超酷的。这个它就可以投影，然后制造出沙漠的感觉。它好像会跟着那个沙堆的那个高度来更换它投影的那个感觉，然后大家都可以在这边互动。我觉得这个馆蛮多互动的那个装置，它是这样子转，然后可以看到它国家的发展。它里面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那个星空，然后它会用3D 的这个投影，他们国家的一些建设啊，还有一些发展。我觉得这个馆真的是超强，你很喜欢吗？很喜欢啊，因为它里面做的好精致哦。对啊，是因为他们挖石油很有钱。我觉得有可能。我有点被吓到因为我对这个国家是完全没有概念，然后就是觉得就是好像进一步更了解他们，然后就真的有一种很未来的感觉，很酷。我们刚刚呢在这个旁边的商店找到了这个，我们之前有看日本人分享过。这个呢，其实我们也喝过。这个呢是一个很酷的饮品。那它这个很特别的是，它只要把这个瓶盖一扭之后呢，就会有抹茶粉掉下来，然后摇一摇之后呢，就变很浓的抹茶。好浓哦，很浓，很好喝超浓的。哦，对，伊藤园的，它这个出的抹茶在便利商店有可能可以买得到，这个超酷的，推荐大家来日本可以找找。Hello, remote. I can't shake the simplest feeling beyond the ghost. We stand on the 大 opposite 家，我们现在来到了大屋根的上面，想不到现在人超多，可以看到我身后这边也是，上面也是人，然后后面这边呢也都是满满的人。而且它这个底下大屋根呢，其实在它的屋檐下非常凉爽。我非常佩服这个大屋根的建筑工，真的不知道日本人是怎么盖出这个一整圈大屋。
I stand alone. Show me where the ending goes. Honestly don't. I should be the last to know. We're all in this. I stand alone. 大家，我们现在来到了万博里面唯一一间日本的服饰店，是 Urban Research。那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其实蛮好奇里面会卖什么的。其实它里面呢，就是有推出了很多万博相关的一些服饰单品跟限定的商品。那我们刚刚其实有看到说，后面这个啊，就是他们限定的手提袋，这个超好看哎，对，超可爱的。蓝色跟红色，然后这边后面呢还有很多的服饰是他们万博关于环保，然后关于海洋的。这个海洋的衣服是这种染啊，然后渲染的这种颜色，其实我觉得蛮酷的，就是这种商品呢，其实在日本的其他门市是没有的。那我们有很多问题想问一下店员，こんにちは。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Urban Research 会来万博里面设店？它的这个契机是什么？アーバンリサーチはお洋服のファッションの会社なんですが、僕たちはこのファッションを通してさまざまな面白いことを発信してます。それを世界中の人であったり、もちろんアーバンリサーチのメンバー、スタッフのみんなにも知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って今回出店しています。这间店呢有什么样的理念，还是有什么风格想传递给消费者？このお店では未来につながるすごいをシェアするをテーマにしてます。その中でキーワードとしてテクノロジー、ジャポニズム、スーベニア、この3つをキーワードにしています。我们来问一下店员，他里面店内最热卖的商品是什么？大人気なのはこの551蓬莱と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した哇，这个肉包。551 551的肉包是大阪最著名的品牌。これの意味は551蓬莱の CM である時ってそれをここにある時那我刚刚有看到说，它其实后面这边呢，就这个烟呢、也是551耶。据我所知，其实日本人很喜欢这一间肉包店。如果大家来大阪旅游，或者是到京都的话，车站里面通常都有这个肉包可以吃吃看。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像我们是外国观光客嘛，那其实这期间有很多万博的旅客来到店内，你最推荐哪一样商品给外国的旅客？そうですね。例えばこういった日本らしいものはぜひ皆さんに見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これ例えば日本の伝統的なだるま、So cute 早急でだるまでもこういった黒赤みたいなこう書いてるものもあれば、ちょっと変わった哦，这个是万博的那个蓝色跟红色那个细胞的那种概念。那么这个上面呢，它还有写大阪，然后后面呢是 Urban Research。的确，这个是外国人会喜欢的，这个超帅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店员有没有他自己最推荐的商品 ？This one? This one, my favorite item. 哦，Why? I love 大阪。大阪が大好きです。大阪ピーポーと一緒にこのものづくり、プロダクトを考えました。大阪ピーポーはわちゃわちゃ、わちゃわちゃ、わちゃわちゃ。これをぐにゃぐにゃ、ぐにゃぐにゃ。是软的。シュッシュ、ソークリーン、ピカピカ。哦，它是一种撞声词，它其实把它做成那种形象化的这种吊饰，然后一些商品，大阪人很常用的撞声词，很酷哎。我们下一站呢，就想说不知道要拍什么，就来看看台湾馆。然后台湾呢，在万博里面叫做 Take World， 然后它的这个 T 跟 W 呢有特别大，就是代表着台湾。然后我们就想说，难得来到万博，就来看看台湾馆里面长怎样。一定要来的。对啊，来。
它好像有560个冰板，然后去组成那个波浪啊，非常的生动，而且它结合了那个原住民啊，然后还有一些鸟叫跟虫鸣的声音，来展现台湾的森林跟美丽，觉得蛮感动的。里面讲的就是关于台湾的科技业，然后他也希望就是人与人可以共好，然后大家才会一起变得更好。它里面呢是要带一个手的一个装置，然后它会测试你，好像是心率吧还是什么，反正它最后会统计你的这个指数，就是很科技的感觉。自然指数最高他推荐我去走古道，他可以扫 QR code 然后记录自己的，蛮酷的谢谢。这是什么？小笼包。我们居然拿到小笼包，这应该是毛巾，我猜。台湾真的很精彩，我们自己身为台湾人都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而且它里面的那个面板啊，每个都是8K 的，我觉得一定超贵，那个解析度超好。然后也讲解到说未来的科技啊，这个晶片对科技的重要性。那它出来呢，就是这个神农生活就有卖超多台湾的伴手礼，然后旁边这边呢有卖珍珠奶茶，一些台湾的小吃。这个是小书童超台，很可爱，超台，台湾馆真的蛮喜欢的。今天呢，我们只逛到2个馆就已经天黑了，而且外面现在在下雨。虽然看的馆呢比较少，但我觉得来到万国还是很开心。来到这边呢，跟就是在IG 啊，就网络上看别人分享很不一样。来到这边真的是有一种就是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然后这次办在大阪，我也觉得很棒，像他们厕所啊很干净，然后像这个大屋根也是盖得非常的不可思议。这逛下来就有种好像是展览结合乐园的感觉，我觉得很棒。对啊，那这次的分享呢，应该就是影片上的时候，就是大阪已经闭园了，所以就是当做一个留念跟分享给没有来大阪万博的朋友们，真的很赞。对。大家早安，今天我们要前往京都。那我们在网络上有查到，其实大阪前往京都有一个观光列车，这应该是全日本数一数二最便宜的观光列车。它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有行驶，这个叫做亚落号。亚落号呢，它的这台列车非常有京都的元素，它的车厢每一节都有不同的座位，然后面窗的也有对座的，然后有一些枯山水的装置在这个列车里面，非常夸张。那这台列车呢，我觉得非常好拍，很推荐大家，如果是要从大阪前往京都，或者是京都前往大阪，在周末这个时段的话，可以搭看，只要400块日币就可以搭到，真的是非常划算。在京都的第一站，我们来吃历史荞麦面。那这间店呢，它的荞麦面拍起来非常漂亮，而且听说非常红，很好吃。那我们刚刚点了一碗呢，是他们店内的招牌的荞麦面，是热的。那空尼点的是一个无花果，然后也是招牌的冷面，对，冷面。那我觉得这间店呢，就是装潢很酷，它在一个古宅里面。古色古香，但它这个桌子呢又是那种石材，然后不是平面的，是凹凸不平，然后就大家都站在这边吃，我觉得很特别。很浓它是就是一般的那个荞麦面的那个汤底，然后有一点点柑橘跟无花果的香。荞麦面，我超喜欢吃冷的荞麦面，有点小水，很 Q 弹比我平常吃荞麦面的面体再细一点，偏硬一点点，很好吃
很特别，无花果好吃哦，很赞哎。它的烧肉就是那个冻饭里面的烧肉，然后它面体呢是偏硬一点点，然后它的汤呢是有一点柴鱼味道的汤，好吃哎。只是现在就是有点热，因为它是算是开放式空间，我蛮推荐大家可以等点冷的。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艺术感，然后也是一个蛮独特的店家，因为它的那个历史就是日本的历史文化嘛。如果大家没有体验过的话，也很推荐这间店可以来试试看，因为它就是大家吃很快，翻桌率很快，不会算很难等，对，就很推荐。在这个河原町这一站走10分钟就可以抵达。大家接着呢，我们来到了河原町这一站，就是它旁边周围呢有这个商圈跟商店街。这个商店街呢，它就是有屋顶的屋檐，然后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品牌的店家跟全品店。因为其实蛮多人问我来日本要逛什么品牌，所以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逛街行程。跟大家分享一间我们在京都的爱店，之前来呢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分享，我们之后逛到的时候觉得超喜欢，也就是这个商店街旁边的 Urban Research。这间 Urban Research 呢非常特别，它的这个店铺呢很大，然后它是用清水模的这个建材呢去打造一个很时尚的空间。它的中间这边呢都摆了很多他们自家出的这个衣服服饰，然后是比较简约的款式，有很多的材质跟剪裁。我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试试看，然后摸摸看这些材质。因为像我自己来逛日本这些选品店的时候，实际的去摸摸看才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然后试穿才知道自己的版型适合什么。他们日本的这个选品店呢，里面有非常多品牌，就根本不用去逛一间一间那种门市。他们的选品店就可以去挖到一些比较小众的日牌，或者是比较有趣的一些服饰跟鞋款。那带大家来看看这个 Urban Research 里面有什么。这一区呢，就是我觉得店内很好逛的一区。这边呢是他们的鞋墙，后面呢有非常多球鞋的款式，有 Converse 啊，像所罗门、艾迪达，然后博肯，最近很红的 ON， 在这边都可以试穿跟摸到真正的这个鞋款，也有很多是比较新的款式会在这边出现。所以我平常在日本这个选品店的时候，都会特别看他们的鞋子的区域，旁边还有一个超大的镜子。他们2楼是选品区，选品呢有选一些比较高端的精品，然后包款，像这边呢就有很多的包包，然后也有比较高级的爱马仕啊、LV， 然后它2楼有很多的空间是布置很多的选品，有 MM6， 然后有 Prada、Gucci 的墨镜，那旁边还有很多的画作啊，然后香水这边都可以逛得到。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舒服的空间，因为它整个清水模的这个建筑设计呢，就是真的，我觉得是很酷的店啊，很推荐这间店。大家如果来到京都，就在车站旁边，大家可以进来逛逛。大家，我们刚刚在这边呢，巧遇了一位店员，他居然是台湾人。Hello 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店内中间的服饰吗？好，这个叫做 Day， 然后 Day 的话只有京都就是这一间店才有。哦，对对，所以它是其他店都没有？没有，目前都没有。所以很推荐大家就是可以来这边逛逛京都限定的商品。
那你在这附近，就是你是本地人嘛，那你有没有推荐？那有没有推荐我们就是可以就是小逛的地方啊，或者是小众可以吃的一些美食？应该京都就最赞就是这边河原町，河原町这边可以逛街跟吃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小店的话，像什么3条名店街，都可以。对哦，3条我们好像比较少，对，我们比那边的较少去。东西比较旧，不能讲旧，比较传统一点。好，那我们就等一下去看看。谢谢你，祝你在这边就是一切顺利。你们也是，加油！谢谢。来到的是 Slow and Co， 这是一个日本的京都小众皮革店。那它的皮革店呢是很多的款式，像是钱包、零钱袋或者是钥匙扣，还有他们比较大型的包包就是托特包，然后有男生跟女生的这些包款。我觉得它店内呢就是一个非常复古，然后也很就是京都元素的一家店。然后里面的这个材质啊都是日本制，我觉得很精致，而且它的价钱呢其实不太贵，大概就是1000、2000左右。然后比较大的包包呢就可能是3、4千或者4、5千啊。比起其他这种比较精品类的话，我觉得算是划算很多的一个小众皮革店，那也很推荐大家。商店街出来这个外面的街道啊，其实有藏了很多的小店。大家如果逛了商店街之后，也可以进来这个一边的街道来走走。它这边呢有很多他们日本的一些小品牌，或者是京都特有的店家。有些品牌在这边的店呢，它盖得非常的复古，它会结合很多京都的这个古宅来当店铺，所以我觉得逛起来呢，跟在东京逛的这个店铺呢有很大的不同。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アニョハセヨ。ニーハオ。Hello, thank you.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Can take a picture here? Whatever you want. We're new store. Oh. 2 months ago we opened it. Oh. Like everything I think from Japan. Oh. Like Japanese. Very special. Like special. Oh, OK。哦，这边居然有庭院，哇哦！它居然有一个庭院在这个店里面，它居然是要穿过这个庭院，然后来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是这个牛仔的地方，哇哦！Denim special houses. 哇哦！ Traditional, like vintage style, but we reformed it like for the denim style. 哦， This house like built since 100 years ago. 哇！他说他这个是刚开2个月而已的新店，也是我们没有安排在这行程内。就是京都很常会有这种小店，然后都非常的精致。这间店应该是我们逛过最惊喜的店。他把它改成这个底是，对，马丁底哎，哇，是黄金大底的那个龟中裤哎，好帅哦！它这个应该是改制的，应该不是那个官方发售的。然后它这边呢，应该好像是他们自己出的牛仔系列，太帅了这个店。这个就是旅行的意义，在旅行中会遇到不同的人事物。今天就遇到了好多外国人，我们在吃面的时候也有遇到外国人问我说我在拍什么。那在 Urban Research 拍摄的时候，也有外国人问我说我裤子在哪买的。哇，这趟旅程真的遇到超多，对，很惊喜的事情。这里有那个他们就是在制的那个达摩，然后他用不同的材质一材质拼接，然后做成不同款式的达摩。我觉得这种手工的达摩真的超好看。那么这一间店呢，它整个空间感就是
很大，然后摆列的不同的日本的工艺。那它集结了很多这种艺术家或者是比较小众的品牌来陈列在这边。哇，这边也有一些这个球鞋，然后服饰，然后它都是选品。对，我们刚刚在跟这位小哥聊天呢，然后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就发现，这位居然是主理人 ，manager。Oh yes, store manager. 哇，是我的荣幸，我居然遇到了这间店的主理人。对，他在东京那边有一间店 In Harajuku. 元素那边有一间店。Yes, で京都 is a second store. 哦 ，second store。そうそうそう。Yeah. Like Say hi to Taiwan. 我愛你。バイバイ。Welcome, always welcome. Welcome to good edition. Yeah. よろしく。 Thank you so much.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Thanks. 我们刚刚去逛了这边旁边的 Capital， 里面的服饰啊，其实我觉得都算很高质感，很多的染，很多的刺绣，还有牛仔系列也非常的强。那因为它每一间店的风格呢都不一样，所以这间店呢也很推荐大家在日本各个地方都可以逛一下。我们刚刚也买了这个战利品，我们会再开箱给各位。哎，太棒了吧！行李箱放好哎，太好了吧！我回到饭店了，好超累，脚超酸的。这2-3天走了超多路。那这间饭店呢，是这半年新开的饭店，在这个河原町这附近，离这个市区非常的近。那旁边是新丰馆，对，也是一个超好逛街的地方。没错。那离景市场也只要3分钟。所以是非常便利的一个饭店，它的空间大之外，它的这个配备也非常的新，还有一个榻榻米的区域，就是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很京都，空间很大。对，那它的厕所也是非常干净明亮，而且我觉得它的卫浴设备是蛮好的，就是它是方形的这个浴缸。那这个一个晚上的价钱是多少4300。蛮棒的是它的服务跟公共空间。它有那个休息区，然后可以就是你要料理东西，或者是微波，那边都有沙发区可以做休息，而且它会把行李搬进房内，对，超棒的。那我们刚刚呢在市区，因为就想不到要吃什么，因为太多选择了，也不太饿，所以就看到旁边有这个饭团，这个饭团呢超多人在排队。那这间饭团就是在河原町站的这个街边，对。那我们买了4种，这个牛肉超好吃哎，它是炙烧吗？它那个炭香哦很强。我这是紫苏玉子烧，很好吃，而且它那个紫苏的那个酸度、甜度刚刚好。这跟便利商店完全不一样，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排队。这个饭团真的是有够好吃，超推荐给大家。如果要来京都玩啊，可以在它这个河原町车站这附近就可以找它好几间门市，推荐给各位。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休息，明天再战，晚安啦。晚安。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第一餐就来吃这个早午餐。我们吃的是寿喜烧，在我们住的这个河原町通这个4条通这条街上的一个大楼的9楼，我们找到一间高 CP 值的寿喜烧。这寿喜烧居然是和牛吃到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和牛，真的是和牛哎，超漂亮，它油花超漂亮。对，超漂亮。然后它这个套餐1人3800日币，所以大概是700块台币可以吃到和牛吃到饱，然后猪肉也可以吃到饱，超棒的。而且这个9楼的风景啊，超漂亮，可以看到那个车流在走。
Q 绵，对，它比较 Q，然后它也是有那个肉的扎实感，好吃哎、这个真的蛮划算的，很好吃。对啊，我觉得很好吃哎、好爽啊！一早就适合。一早吃寿喜烧，它 Q 肉蛮好吃的，大家，我们又加点了它的肉跟菜盘，可以看到这个肉超多的，而且它的肉那个油花呢超漂亮，我以为是随便的那种肉，它真的给的都是和牛，然后菜盘也是完整的菜盘，超滑哎！那我们刚刚还发现它其实可以点得到冰淇淋，700块午餐可以吃这么丰盛，我觉得很划算。大家如果在市区逛街午间的话，也可以选择这间寿喜烧。各位，我们吃饱呢，就在这个街区闲逛。他们这边呢，今天真的超多人，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比昨天多了好多人。那么我们刚刚在旁边呢，发现这个贩卖机，找到了我们前天在万博喝的那个绿茶，这边是没有联名的。然后只要把那个瓶盖转开之后，就一样是这个抹茶，掉下去，超酷的。会掉到这个水里面。对，那这个呢，大家来京都可以找找看，在贩卖机有可能会看到，超赞，这个超好喝。There is a life I lead in the city, hurrying to cut my teeth. I can take what I need to get by, doesn't make it easy. The other piece of my heart moves slow. 大家，我们接着呢来到了 BAL 这个百货，来推荐大家这个百货。这个百货呢，它是一个比较新，然后比较漂亮、干净的百货。这个进来呢，就可以闻到非常香的香味。然后它这边的都是一些选品店，然后比较高端的品牌。那我觉得逛起来非常的舒服，因为它里面呢就是很大，空间感很大。然后这边呢也有无印良品在5楼。我有买一个这个，昨天买的 U 卡的头皮按摩的，然后我昨天有试用，很舒服哎。然后它就是你洗头的时候可以用，这个造型是它的蝴蝶的造型，它是那个日本顶级的美容院出的商品。然后我买黑色，黑色比较硬一点，然后粉红色是比较软一点，推荐，我觉得很推。If I could take you back to my youth, show you what I wish I knew. 这间是 Tomorrowland，就是很有名的选品店，里面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精品。然后像 The Road， 它在这边都会有选品，还有日本很有名的 AETA 的皮革小包，这边也会有卖。在日本的话，有的话都可以去逛，因为有些像 The Road 它没有货的话，这边就会有货。这个百货呢，我们自己是蛮喜欢的，不管是你要逛杂货、日牌的这些选品跟比较高端的这个精品的话，这一栋都有。然后它整个空间呢非常的大，超香的，高级百货的感觉。对对对，逛起来超舒服，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逛逛。大家接着我们来吃这个抹茶冰跟抹茶拿铁。这间店呢叫做 70 Plus，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多抹茶选项的茶店，然后它自己推出的抹茶冰。这间店呢看起来非常的强，这个店内呢有非常多的茶叶，然后有各种茶跟抹茶的款式可以去买回去自己这个刷抹茶，然后有卖一些抹茶的这个刷具啊用品，是一个真正的抹茶店。好抹哦，好好吃哦。是不是？好高级的味道。对，这个跟一般的不一样，它吃到那个抹茶那种
沙沙的那个感觉，它回甘会有那个茶香，超好吃的，超好吃的，很好喝哎。对啊，我觉得这间店很强哎。如果大家是喜欢吃抹茶、喝抹茶，这间店超推，真的超推。接着我们来到了这个 Hands， 我们之前有逛过这一间店。这间店呢是超大栋，我们之前去东京其实都没有那么大栋。这边呢营业到8点半，那这个时间呢是在京都算比较晚的百货。如果大家晚上的时候没地方去逛，这个很推荐给各位。那这边呢，它的1楼是杂货，2楼是美妆，3楼是厨具，然后一些杯子啊的一些用品。那我们现在在4楼，4楼是文具。它分得非常的密哦，它有超多种类，然后我觉得超好逛。如果就是大家时间真的不多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被耽误在这边，因为这边真的太好逛，也是很推荐。如果大家找一些就是文具类啊，然后美妆，尤其是女生的美妆，这边超齐全。居然有这个，我们要找这个抹茶找超久了。我们看到别人分享，就是这个呢是抹茶块，然后你只要把它放在保特瓶里面摇一摇之后，可以变抹茶。变抹茶嘞，好酷哦！就跟我们喝那个就是转开倒抹茶粉下去，来喝看它好不好喝。跟我们喝的那个一样啊，一样的味道，就啊，差不多的味道。它比较像是瓶装的那种抹茶的饮料。对，可是很方便呢。很方便，超方便的。买这样子1包就可以回去泡10杯。对啊。它1包是大概100台币啦，很赞呢。这个大家可以找找看，在那个 Hands， 我们其实逛了很多的礼品店之后，在 Hands 看到这个。对。那么这一次的京都大阪之旅呢？我觉得超充实的，我们去了万博、京都，然后大阪一些新的景点。那么这次的分享呢，也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我们。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再见了，拜拜。Please pay the express fee.